如果从25岁到60岁，每年投资1.2万，年均回报8%的话，你到60岁退休的时候，总投资的金额将超过450万。但如果只是把钱放余额宝或者放在你的银行存款里面，这笔钱只有48万。大家好，在上一集我们讲了金钱带给我们的最大价值就是自由。那么我们今天继续分享金钱心理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，投资成功的关键是耐心以及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。这部分会讲到具体的投资建议吗？其实这本书关于投资，他说投资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，最重要的就是耐心等待，而且他非常强调复利的力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大家都觉得投资很难但是听你这么一说，就感觉好简单呀。你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？我们都听说过股神巴菲特，我们来看看巴菲特的例子。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巴菲特的净资产大概是5900多亿的人民币，但有趣的是其中5880亿的资产是在他50岁之后增加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一生中大部分的资产，90%的资产其实都是在他50岁之后才增加的。这说明在持续投资的时候钱不是直线增加的，而是在后期呈指数增加，而且是暴涨。巴菲特从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职业投资，而他的资产90%都是在他50岁之后累加在一起的，这就是复利的力量。所以巴菲特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他成功的秘诀不在于他的投资天赋，更重要的是他坚持投资了3/4个世纪。我们知道一个世纪就是100年，3/4就是70多年。如果他30岁投资，60岁就不干了，那可能就不会这么出名。他成功的最大因素就是时间。现在他已经96岁了，还在继续的投资，所以他成功的最大因素是时间的复利。复利真的这么神奇吗？复利，就连爱因斯坦都说复利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。我来解释一下复利。假如你投资指数基金，年均回报大概4%左右，现在你投入10万块钱，那么1年后你大概能得到4000的收益。如果把这4000花掉，那么明年继续从10万块钱开始投资，这叫单利。复利呢？如果这4000块钱你没有花掉，继续把4000块钱累去继续投资，第2年的本金就变成了104000块钱，那么1年之后的收益就是4160块钱，那么第3年投资的时候本金就变成了108160块钱，那么第3年的本金就变成了108160块钱，这就是复利，利滚利。看起来差别也不大那长期来看差距会很大吗？刚才举了只是3年左右的时间，看起来差距不大。那我们来把时间延长，我们算一下，如果从25岁到60岁，每年投资1.2万，年均回报8%的话，你到60岁退休的时候，总投资的金额将超过450万。但如果只是把钱放余额宝或者放在你的银行存款里面，这笔钱只有48万，一个是450万，一个是48万，这就是使用复利与否的区别了。这一下子差距就好大了那我们要怎么利用复利的这种力量呢？答案很简单，保持耐心。虽然有些人为了获得巨额回报而冒险，但是在投资中想要赚大钱，亏钱的风险也会变高的。投资大家都不要担心亏钱是一旦亏了钱，就无法继续投资，也就无法利用复利的力量。所以真正的好的投资就是为了获得适度的回报，尽可能的长期投资，这时候复利才能发挥它的最大的效果。听起来好像很棒，但为什么很多人都做不到呢？这就要说到今天的第2个重点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东西，
作者说，投资之神讨厌那些不想付出代价就获得回报的人。那投资又要付出什么代价呢？投资的代价就是要你忍受波动性，克服你内心的恐惧、不确定性和后悔。就像说，你要考上好的大学，就要付出努力，好好学习，这就是你考大学的代价。创业要付出时间的精力，投资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这些代价听起来好像都是与情绪有关哈，好像也不是与金钱有关。那这种情绪层面要怎么去克服呢？关于投资中我们会出现的这些负面情绪啊、波动啊这些，作者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，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些风险波动当作入场券，而不是惩罚。就好像你去游乐场要买门票一样，这些都是为了获得回报必须支付的费用。听起来好像换了一个思路去来理解它哈。那书中有没有讲一些投资失败的案例呀？这本书讲到一些关于贪婪的案例，有些人已经很成功，但还想赚更多，结果就是赌上全部的身家，追求高回报，最后反而失去了辛苦积累的财富。所以不要太贪心啊。对，投资中最重要避免的就是退出市场。一旦你失去了本金，就无法继续利用复利的力量。对普通者来说，与其追求暴利，不如以避免破产为目标，让时间成为我们最大的朋友。我们在投资中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去做投资呢？要把市场的波动、不确定性这些当做一种入场费，而不是惩罚。如果你想从投资的市场获得回报，那么就要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些市场波动和不确定性带来的代价。再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代价是什么。比如说你创业的时候必须接受你的收入不稳定，时间不自由。再比如说你学习新的技能的时候，你就要接受刚开始的笨拙和犯错。投资也是一样，股票下跌、基金波动，这些都是必经之路。最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这些代价。好，那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3个要点吧。第一，投资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耐心，静待时机，让时间成为我们的朋友。第二个，复利是最强大的力量，但需要时间来发挥作用。第三个，投资一定要付出代价，要把这些当作入场费，而不是惩罚。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分享。我们在评论区等你来评论你对投资的看法，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取更多的理财知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建平，我是安拉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